男人挖地時婦科病突然復發，受不了的他一個後仰翻身倒在地。女兒冒着大雨急忙跑過去查看，跪在地上抓着爸爸大聲痛哭。不管女兒怎麼叫喊，爸爸也不会再醒来。现在爸爸倒下了，也意味着家裡的顶梁柱没了，这下完了，徹底的完了。见到爸爸一直沒有反應，女兒也哭得越來越大聲。這時正在溪水裡抓魚的媽媽也聽到了女兒的哭聲，也立即跑上去看發生了什麼事。看到丈夫身倒在地上一動不動，便問女兒發生了什麼事。可年幼的女兒也不知道是為何，媽媽不停地摇晃叫喊也是沒有反應，再拿手去靠近鼻子看還有沒有气，知道没气後也哭得非常傷心，緊緊抱着丈夫大声痛哭。她为了不让年幼的女兒太傷心，只騙她說是爸爸睡着了，等爸爸睡夠了就会醒來的。剛把話跟女兒說完，她的哭聲反而哭得越來越大，但她還是會很堅強地去安慰女兒，告訴女兒不要哭了，讓爸爸安靜地多睡一會兒。此時屋裡的兒子也哭起來，媽媽只能進屋來把兒子背起来，再回來繼續傷心痛哭，告訴女兒說爸爸睡在地上有點冷，讓女兒去屋裡拿個床墊來蓋。不知情的女兒也聽媽媽的話去屋裡拿，女兒進去後媽媽哭得更加大聲。也好在女兒現在還小不懂事，不然這對孩子來說是無法接受的。拿到床墊後抱去給媽媽，然後再用床墊把丈夫給包起来，告訴女兒說這樣爸爸睡着了就不會冷了。虽然這樣說很難過，但這對孩子來說是最好的謊言。包好後再用繩子給綁起來。由於原本自己就非常貧窮，也給不了丈夫一根好的木材包，只能用床墊來包他。相信丈夫在九泉之下不会怪的。把丈夫包好後，妻子再拿起鋤头含淚挖一個坑，她都不知道丈夫不在了以後該怎麼辦。現在2個孩子又還這麼小，看着女兒趴在爸爸身上痛哭，自己心裡也是無比難受。女兒哭着哭着也睡着在爸爸的身上。此時媽媽也挖出一個大坑出来，剛挖好後再跟女兒說爸爸要去睡覺了。媽媽含淚拉着爸爸送他最後一程，拉到坑裡後還跟丈夫說一路走好，好好保佑他們母女3人。說完後再把泥土給蓋上。女兒看着爸爸一點一點的被埋掉，哭得更加傷心。但此時更加難受的是媽媽，只是她要表現得很堅強而已，其實內心早已崩溃。當埋好後，母女倆跪在地上痛哭起來，而接下來發生的事又讓她更加崩潰了。